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、杨紫、杨洋、成毅、白鹿领衔2025剧集混战，谁能更胜一筹？上周爱奇艺刚刚发布2025年至2026年剧集年度片单，淮水竹亭作为重点项目被连番推荐，刚播出热度，排面十足。同时，关于改编剧情的争议也不少。剧好不好看见仁见智，但这讨论的热烈程度证明剧集市场还在活跃。2025年开年至今，剧集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。根据灯塔专业版发布的2025年 Q1 剧集市场报告显示，长剧集总播放量达到299.1亿，同比增长7.3%，其中网剧179.86亿，电视剧119.24亿，大盘增长态势稳健。爱优腾芒在剧集布局上也各出奇招。4月23日，爱奇艺发布2025年至2026年剧集年度片单，率先布局2026年。回看其他3个平台2025年的待播剧集，整个剧集市场充满着共性的同时也存在明显差异化。从共性上来看，4大平台继续深耕古偶赛道，即使古偶是吐槽的重灾区，但从市场回报来看，依然是平台心头好。悬疑赛道亦是如此，各家待播存货里对悬疑作品的储备都加大了力度。还有一个显著的趋势是，严肃文学 IP 得到哄抢，作品的厚重感也成了平台的追求。而从差异化来看，爱奇艺加码悬疑，优酷挚爱古装，芒果 TV 偏向小而美，腾讯则主打一个全面。诚然，片单里也有不少细致的创新。市场热闹之余，爆款花落谁家依然是个未知数。古偶持续被偏爱，观众和平台对于古偶的态度相当之复杂，几乎拍一部被吐槽一部，但每年仍然有大部分新作品上映。一个不变的事实是，等到年末一盘点发现，被吐槽最狠的古偶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根据云和数据发布的2025 Q1 长剧集网播表现与市场观察 ，Q1 全网剧集累计有效播放量霸屏榜 TOP10中，古偶剧占到一半，大凤打更人、国色芳华、白月繁星包揽前3。古偶仍然有价值和热度，爱优腾芒今年仍然重点布局古偶。爱奇艺方面有淮水竹亭、富山海临江仙、狐妖小红娘、王全篇、书卷一梦、云香传之将进酒等古偶 IP 作品，其中不乏刘诗诗、成毅、白鹿、刘宇宁等流量明星坐镇。虽然口碑上难判断，但话题度应该不愁。优酷则手握《藏海传》与《林陵长安24季》、《献鱼》等大制作，既有古装偶像，也包含多部古装悬疑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《藏海传》与《林陵》等都不属于传统古偶，但有肖战、杨洋、陈飞宇等流量明星参与，大概率还是流量们的战场。腾讯在古偶储备上既有《兰香如故》、《古月风华录》、《江明毒后》、《簪星》等作品，其中《江明毒后》虽然还在筹备中，但作为古偶 IP 里的世界名著，时不时就被营销号拿出来溜饼，话题不断。可以预见播出后的腥风血雨。至于芒果 TV 在古偶布局上数量相对不多，体量也相对较少，有韶华若锦、明月录、良辰美景嫁反派等作品，从目前已知的演员阵容上来看，不太具备流量优势。从古偶的题材来看，除了恋爱必须要谈之外，古偶的表达方式也越来越丰富，囊括仙侠、穿书、复仇、漫改、玄幻、探案等多个赛道，在内核上也更倾向于成长。像爱奇艺的大生意人、腾讯的问丹珠、优酷的楚后等作品都更偏重女性成长。悬疑、严肃文学两手抓。从隐秘的角落开始，悬疑赛道一直是各大平台布局的重中之重。年初漂白虽有争议，但从热度来看，
给悬疑市场开了个好头。之后，《骑士》《黄雀沙尘暴》《乌云之上》等作品接连播出，让悬疑市场持续热了起来。迷雾剧场作为爱奇艺的王牌剧场，除了正在热播的《借命而生》，还储备了低智商犯罪和数影迷宫隐秘的角落。作者紫金陈再次与爱奇艺深度合作，共同打造紫金陈新作系列片单，包括白色漩涡、灰色漩涡、黑色漩涡三部曲。优酷则手握《梦之海》《火场追凶》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《隐情》等作品，既有法医秦明这类的老牌 IP， 也有《梦之海》这类加入玄幻元素的新式作品。腾讯在悬疑赛道的布局偏向落地，更倾向于犯罪题材，比如《刑警时刻1》《风华正茂》《海魂山扫鼠岭唐人街》《探案之青年侦探团》等悬疑犯罪作品。芒果 TV 也有《猎心深瞳之下》《追踪夺命金》《千亿之城》等悬疑作品，不过大部分作品还在筹备阶段，没有太多信息露出。除了悬疑赛道人满为患之外，各大平台的一个趋势是开始哄抢严肃文学 IP 人世间的改编，成功展示了严肃文学在影视化方面的潜力。虽然因深刻文学内涵而面临挑战，但仍是不可替代的影视内容基础。其中，腾讯和爱奇艺的严肃文学 IP 储备较多。爱奇艺的《生万物》改编自赵德发的小说《钱权与决绝》，曾荣获第3届人民文学奖。腾讯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改编自孙甘露同名长篇小说，由王卷、金海曙共同担任编剧。风和晋起、张居正的原著曾获茅盾文学奖，由陈道明担任监制。这些作品从题材到阵容都属于注重质感的正剧，追求较好又较做之余，视频平台对于价值的布局也是重中之重。3. 差异化打法。视频平台发展多年，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平台粉，每个平台都有自身独有的特色，这点在剧集的片单上也能窥探一二。像芒果 TV 最擅长以小博大，用小而美的作品闯天下。从2025年的剧集片单来看，芒果 TV 继续这一特色，比如180天重启计划就是典型代表。它是我在他乡挺好的导演李默的作品，体量虽小，但题材新颖，很容易让年轻观众共鸣。待播的女神蒙上演30岁开始恋爱也有类似的特质，在感情之余，也关注着女性成长。芒果 TV 在剧集上也非常容易有自己的小圈子，且逐渐发扬光大。待播片单里有不少剧二代。像《欢乐家长群2》《少年派3》等都是芒果 TV 孵化的作品。优酷则保持着热血特质，开发了一系列热血 IP， 像杨洋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和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《镖人》，重启老九门的《九门》，守护信念、热血成长的《暗河传》等等。2025优酷持续发展港印，像《新闻女王2》《无惧巨塔之后》等港剧都在待播片单里，有望成为下一个新闻女王。爱奇艺和腾讯则更加全面，各个题材的剧集都有涉猎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，不仅在常规题材上发力，还各有巧思。腾讯与赵家班绑定，发展喜剧赛道，却刀门传奇2、走马上任等品相不错。爱奇艺在不断拥抱变化，比如发展在人间、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迷你剧集。